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 Ranger Map 频道，我是 Jamin。现在呢，没错，我身后这台就是 Proton 今年的其中一个大动作，相信也是万众瞩目、万众期待。我个人其实是还蛮期待一下的，因为 Proton X50这款车呢，当时候在发布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太大的一些竞争对手。毕竟当时候 B segment SUV 也才刚刚正要流行起来而已，再加上当时候这个 X50在本地的售价是真的非常有竞争力。今天没有错，很多人都在吹之下 ，Proton 呢就在今年正式发布了，官方是叫它brand new 的 Proton X50啦。所以我们今天就在这个 preview 这个预览会现场，此时此刻也还不知道价格，所以我们今天就先简单的抢先的带大家来看看一下2025全新的 Proton X50改变了什么样些地方除了各位肉眼可见的外观以外，是否还有一些配备，甚至是讲引擎动力，其实这一次都做了点点的提升。所以我们除了会看外观以外，等下我们也会去 Proton 的这个 track 上面试驾，可能0到100加速也好，测试它的这个 ADAS 系统等等一些 Proton 讲说有提升了的配备啦。照例在影片开始之前，先麻烦各位帮我把免费的订阅跟赞都赶把它按下去啦。像是这个 Proton X50的任何新车消息，又或者是讲新车的一些维修保养方面的内容，相信这个全新的 Proton X50的维修保养，包括我自己其实也都还会蛮好奇下的至于是什么原因，相信大家也都知道了，所以我们就再继续慢慢的看下去。重点是免费的订阅帮我点一个首先外观方面，这整个车头造型大家也可以看到了，是跟目前在售的 Proton X50是完全不一样不是目前在售已经是上一款 Proton X50了啦。这整个前脸呢，就跟大家所猜测的一样，没有错，就跟中国目前在售的吉利缤越是类似的那个前脸，包括这整个头灯组这次都变到更加的细长。再来这个3段式的这个 Daylight 也就跟我们目前在 Proton S70 中国的原型车吉利帝豪的身上都看到，所以我猜测这个应该也就是吉利家族他们现在最新的一个家族设计语言。至于到整个沙龙的部分呢，其实这一次就我个人觉得还比较，应该不只是我个人啦，我相信蛮多人会觉得比较遗憾的，就是我们的这个 X50呢，它没有采用上缤越 Pro 那个更加运动的外形，反而是用上这个缤越 L 的外形。其中比较大的差异就是在这整个沙龙的部分呢，它会变成就是一个长方形。如果是缤越 Pro 的话它的这整个中间就是直接连接起来的，所以那个外形看起来会更加运动、更加张扬啦加上这边也会有一个更长的一个 Daylight所以整个造型是更加 aggressive。不过其实这个缤越 L 的外形，我个人觉得也是很 OK， 也是很不错了。整体看起来还是凶的，不过就对比起缤越 Pro 的话，它会更加整洁、更加干净首先这个沙龙部分大家可以看到了，这一次就变到面积比较小个调。再来这个弓的部分，同样还是有保留着，这个相信已经是目前 Proton 的这个家族设计语言了。所以这个弓呢，无论在什么车上你都会看到，只是有没有红色 highlight 的区别而已。在之前的 Proton X50 的话同样是有这个东西 ，Proton Saga 的身上也还是有，这一点就有被保留下来。不过这一次这个 Infinity Wave 呢，就做了一点点稍微的调整，这个我相信也是未来也是以后 Proton 家族的这个最新家族样式，好像我们在 Proton S70、X70 甚至是 X90 身上呢会看到的那些 Chrome 那些钻石样式，这一次在 X50 身上都是采用全黑啦。所以整个沙龙你就看起来不会有太多的材质，不会太过复杂。整体的前脸呢就是车身色黑色，还有一些雾银色的这个装饰件而已。虽然是讲这次 Proton X50 它的车头线条方面是做了更多，不过它的这个颜色搭配方面，我觉得是适当的做了一些减少。看起来我觉得这个前脸其实还蛮不错下的啦。往下面这个雾灯座看去的话，这次同样我们可以发现到雾灯这个东西已经被取消掉我相信陆续之后的一些 Proton 车款应该也都会把这个雾灯取消掉。其实不只是 Proton 包括现在蛮多车企也都不会给你雾灯了，甚至很多一些汽车品牌都会把这个雾灯座的位置就放上他们的这个 Daylight， 所以我相信这一点也是一个未来的整体趋势。再来 Bonnet 部分当然也是采用全新的一个样式，不只是线条更多以外这一次这边也增加了2个这个通风口。不过这个通风口它就是一个 plastic 的装饰件而已，并不会帮你的引擎提供到一些实际的散热作用。来到车侧的话，可能各位就会比较明显的看得出这整个车侧其实也都是还跟上一款的 Proton X50 是一样的。所以其实你讲它叫 brand new 嘛，我个人觉得它的这一整个车大骨车架方面其实还是用这跟上一代同一样的，都还是一样采用 BMA 的这个 platform。所以其实它会叫做全新嘛。如果你要问我个人的话，我个人的定义认为啦，全新它就应该是 engine、压箱、chassis 这3大件都是完全和现款不一样，那个对我来讲才叫做全新啦。那么关于引擎跟压箱这个，我们再慢慢跟大家聊一下。
好料沉底，包括这个side mirror甚至是这2片门板车窗玻璃的线条。不过 rim 方面的话，就有做了一个全新的设计样式。尺寸方面的话是215/55R18寸。我个人觉得这个胎压尺寸其实是有点略窄，毕竟18寸嘛，可能搭配上225这个效果会更加不错。不过因为这个 X50它还是一台家庭用车嘛，可能考虑到这个舒适性，甚至是讲一些油耗方面等等都好，所以最终就采用这个215的尺寸，这一点我是可以理解，纯粹是个人的意见，希望它可以有225，就会有一个更好的 fitment。胎压方面的话是 Continental 的 UC6， 虽然 UC6 并不是 Continental 最新的产品，不过其实它的评价是还 OK， 还可以用。Rim 的设计的话，这一次就是我个人觉得比较有点太过多了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这次的 Dual Tone 是采用一个 Chrome 跟灰色，不过在这个灰色的这部分呢，就多了还蛮多的这个菱形的造型，这点不知道各位觉得怎么样？我个人是觉得有点太过多了。如果你叫我设计的话我会选择把它的这个灰色部分整片就给它平着过，看起来跟它的车头才有那种相呼应简洁的感觉。就想到 Rim， 相信大家从画面上也都可以看到 brake caliper 方面同样也是有喷上红色，这个就跟我们旧款的 Proton X50都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一个做法。那么车顶上的这个roof rail 是一个真实可用的并不是 plastic， 并不是装饰件而已这次我们也可以看到我身后这台 Proton X50呢，就有采用一个同样应该是有通风作用的吧，应该是有个 aerodynamic 作用的一个，这个相对是小尾翼的因为我身后这台是一个 premium 的版本 ，flagship 的版本的话，它就会采用一个更加大片的尾翼，旁边也有一个红色的 S 的字样可能代表着 sport， 可能代表着什么意思各位都可以在下面 comment 写出来分享一下，跟大家讨论一下。刚刚车侧跟大家讲到是跟旧款的 Proton X50一样嘛，所以其实包括这片后面的 fender 也都是一样，所以这个尾灯组的这一段就还是要用这上一款的这个线条来作为一个改良。不过其实除了那一段那个角以外啦，这整个车尾灯大家也都可以看到真的是一个全新完全180%不一样的设计。单单就从这个外观，我跟各位讲它是一个大改款的 Proton X50应该是蛮有说服力的啦。说这整个车尾灯呢，也就是跟大家在网图上面所看到的吉利缤越真的是一模一样。说这整个车尾灯组现在就变到更加细、更加长再来，其实蛮多 X50车主都会去改的贯穿式现在原装直接给你，整个是一体的，看起来就更加的协调。不过我就有注意到这个 brake 灯还是 signal 灯就变到蛮小的一个面积这点我还没有从车外看过这个灯具亮起来的时候，这个面积我不确定会不会有点太过小啦。各位还有想到什么车是有这种比较小面积的 signal 或者是讲 reverse 灯的话都可以在上面 comment 写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讨论一下。你觉得这样小个的 signal 或者是讲 reverse 灯会不会影响到别的驾驶者或者是讲别的公路使用者？再来这个一字排开的 Proton 同样也还是有被延续下来。所以其实这一片的面积我们就可以发现到了，它就还蛮空一下的，主要的一些内容物都比较集中在这个车尾的这一部分所以这整个车尾是新的包括 bumper 也是一个全新的样式。再来相信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非常张扬的 exhaust tip。那以前你们每次笑3缸车用4个 exhaust tip 现在4缸车1个缸用1个 exhaust tip。不过其实你实际看进去的话，这个 exhaust tip 你会发现到，其实这个 X50并没有真的采用这么粗的 exhaust tip 啦。毕竟真的用这样粗的话，我相信这个噪音方面 NVH 方面应该就会不太那么的家庭用车，毕竟它还是一辆 V segment SUV， 它不是 hot hatch 嘛，所以比较小的 exhaust tip 可能它的这个声音方面就没有那么的烦躁不过这个 exhaust tip 看起来真的很像真的，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各位可以听一下。真的是一个金属的材质它并不像别的也蛮多的一些品牌，其实他们在做这个假的 exhaust tip 的时候就直接用上 plastic这个 X50 还是采用一个金属的材质，你远远看起来它就是真的，你会相信它真的就是一个 exhaust tip。这个小小的细节是我觉得 Proton 这一次做到蛮有诚意、蛮聪明的一个地方。那么接下来坐进这个全新 Proton X50 的内饰呢，这一次其实它的这个内饰我觉得也是有一个蛮大的提升。首先没有错，它是一个全新的设计样式这个是真正的全新设计样式没有错啦。这次 Proton X50 的这整套内饰是由 Proton 的团队自己研发、自己设计的，所以就跟外形不一样，它并不是 rebase 来自它的中国原版车型缤越 L 的。首先驾驶者一眼望去，萤幕尺寸方面这次就放大了很多，包括中央的这片 infotainment system， 这次是来到14.6寸就真的还蛮大一块的。再来它的这整个 center console 的 layout整体都让我想到 Proton 的 E-MAS， 真的是还蛮雷同的。这整个 center console 部分这一次就被抬高，下面就有更大的
的这个储物空间，因为也把很多按键都整合在荧幕里面了，所以这一次就多了2个这个手机的置物架，置物空间其实也增加了还蛮多下的。再来还有一点，我相信也是很多人会害怕，上一款 Proton X50车主都面对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的这个门把手方面。门把手的话，这一次没有错，也是一个全新的设计啊，并不像上一款的 Proton X50这样子，它的那个设计就真的还蛮容易断的啦。我知道不会有人故意去把你的车门开断掉的吧，所以那个设计真的是就是那个设计的通病哦。所以这一次 Proton 也有听到，也有把这个缺点都改善掉了。所以这一次来到 Proton X50的内饰呢，整体我都觉得确实是做到很不错，包括这整个设计、你的使用体验、你的视觉体验，都比起旧款的 X50有了一个蛮大的进步还有提升。接下来我们就到后座去看看一下这个 X50啊，它的后座体验会不会对比起小改款之前有什么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吗 ？OK， 坐进这个 Proton X50的后座啊，可以是既舒适又莫西舒适又陌生又熟悉。首先熟悉方面，先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整个坐姿啊，对比起上一款 X50的话，它的这个改变幅度，我相信真的是不大的，尤其来到后座的这部分，整体的坐姿其实就真的还蛮类似。可以再跟各位提一下 ，X50的这个椅垫方面是会稍微偏硬一点点的，无论是前座或者后座啦。不过门板啊，就跟我在前座所讲到的一模一样，门板这次是重新的一个设计。再来，因为 Center Console 是重新设计嘛，所以它的这个后座冷气出风口也对比起上一款 X50是完全不一样的。重点再强调多一次啊，这个设计是由 Proton 团队自己设计的，并不是直接 rebadge 来自中国的吉利缤越 L 哈，这一点就必须要给 Proton 一个 good job 啦。所以我也希望今年接下来会发布的 Saga， 毕竟也是由 Proton 亲自操刀、亲自设计嘛，所以其实我也还蛮期待一下 Proton 亲自设计的这个车款，还可以再给到我什么样的一些惊喜的部分吗 ？In 3, 2, 1, go！说没有错，刚刚我就做了这个全新的 X50啊，也是一副全新的 engine， 我们就对这个 engine 做了一个0到100的测试。测试成绩的话，哇，是9.1秒啊，这个0百加速时间，我相信算是非常的不错啦。尤其这台车已经在连续几个 media 加了过后的一个成绩之下，再来刚刚可能各位也有看到啊，我隔壁的一台对手就是 Honda HR-V， 说没有错，现在这个 Proton X50的 engine 就跟 Honda HR-V 是非常的接近，同样都是 1.5 turbo 的 engine， 同样都是有 direct injection 啊，并且两者的这个动力输出啊，也都是非常之接近。Proton X50身上的这副全新的 engine 呢，马力方面的输出就有177 HP， 而 Honda HR-V 啊是174 HP 啊。再来包括到扭力方面，这个 Proton X50的扭力同样也是会比起 HR-V 来的更高，它是290 Nm， 而 HR-V 就240，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啦。所以我们现在再来试多一轮啊，看一下成绩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In 3, 2, 1, go！这一次的0到100有对比起刚刚稍微快一点点，9.01秒。再来这个 brake 方面在我加速到100过后啊，虽然并没有一脚刹车啦，不过这个 brake force 确实是来到可以，这个 brake 的力道也是让我觉得有信心的。所以我相信这个 X50在引擎 output 更大之下，它的这个 brake 同样我觉得也是有做到进一步的调整。个人的看法啦，加速快固然重要，但是你减速快同样也是重要，毕竟减速是关于到你的安全性。所以我们现在就跳去下一个环节，再来看看这个 Proton X50还有没有什么样一些惊喜，或者是讲更加优化的地方吗？画面一转啊，我人又回到了这个 COE 这边，所以因为刚才的试驾就比较匆忙一点，可能有些部分我讲到不是那么的清楚啊，现在就再次来补充多一次。首先先讲这个 All New 的 X50呢，在改款过后，驾驶感方面的提升有哪一些？其实首先最明显可以感受得到，就是这个引擎啊，对比起改款之前，确实是做到了非常大的这个进步，这点是我可以跟各位打包票的。虽然可能很多人会认为它只是从3缸变4缸多一个缸，不过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这个 engine 其实就直接同步跟现在中国市场所用着的引擎是完全一模一样，该有的技术科技含量也都是最新的。这一点我相信应该就没有人会讲Proton 在清库存了啦。而且这个动力数据不只是纸面数据高而已，你确实可以感觉得出这个 X50现在的加速对比起改款之前，即使改款之前的 X50加速性动力的响应已经足够强了，不过来到这个 All New 的 X50就是在
进一步的提升，而且不只是 engine 的这个 output 有增加。再来变速箱方面啊，这一次的这个 7-speed wet clutch DCT 虽然整体还是同样一副变速箱，不过我相信可能 Proton 有为它的 TCU 做了一些 tuning， 做了一些更好的适配度，毕竟是换新的引擎嘛。如果你还是用这跟之前那一套换挡逻辑的话，可能引擎跟变速箱的适配度就没那么高。这一点其实也是我觉得蛮多比较新的品牌他们都会面对的问题。单单引擎来看很强，单单变速箱来看它也很强，不过这两者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引擎声有力，不过该退档的时候，这个变速箱不退档，这个就是我试到的引擎跟变速箱适配度低。他们两个本来是要很密切的合作，现在就很像是两个完全陌生人的那种感觉啦。所以这一点我在这个 All New 的 X50身上是完全没有感觉到。再来还有一点我蛮喜欢的就是这个 Proton X50身上的这套 ADAS 系统，虽然我猜测它是跟 S70 Sedan 70那套是一模一样，不过我个人实际体验过后呢，我感觉上它可能又有做了一点点微微的refine 啊，尤其是它的这个 Lane Keep Assist， 其实我也懂大家用这个自动跟车最怕的就是它的这个 Lane Keep Assist 嘛，怕那种跟你抢 steering 的感觉。而来到这个 Proton 的全新 X50身上，这一点我就觉得真的是做到很好，我会很放心的让这个安全辅助系统跟我一起配合，在这个驾驶过程中我比较没那么累，这点我觉得是做到真的很不错。再来包括到加速减速方面，我都觉得确实是有对比起改款之前，即使改款之前的这个 X50 它的这套 ICC 已经相当好用了，改款过后的 X50 身上就变到更加精准，所有动作也都更加细微，包括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个 Lane Keep Assist， 包括到加速、减速、Stop and Go 的这些，它其实就是在一些很小的细节做出来更多的 refine， 所以你整体用起来就感觉它确实是更加 smooth。所以这个 All New 的 X50 啊，你要问我个人的话，确实是有点超出我的预料啦毕竟我原本以为它就只是换一个外形、换一个引擎而已，真的体验过后，我可以跟各位讲，这个才是最终版本、最完整体的 Proton X50。说在快速的、简单的 preview 了这个全新的 Proton X50过后，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样的看法吗？我个人是觉得这个外形，首先虽然它不会让我一眼就陷入恋爱，不过我相信这个换新的外形无论是车头，甚至是车尾，甚至是它的这个内装，我相信对于想要购买 X50 的人都会是一个蛮大的进步毕竟这些升级确实是也不小。再来包括到这个 engine 部分这一次也是采用一个全新的 1.5TD engine， 所以整体这个全新的 X50， 无论是驾驶感受，甚至是讲一些视觉上的感受，甚至是一些你用起来一些使用的配备 ADAS 系统，它确实是做到了一个蛮全面的提升。看到这里，相信大家最大的一个疑问就是这个全新的 Proton X50 它的售价方面是怎么样？这一点其实我个人也是还蛮好奇一下的。基于 X70， 基于 Proton 之前的一些做法的话我可以预见的就是这个 X50， 我相信它的价格应该会对比起现款不会有太大的调整。不过有略微的上调的话，其实我相信也是情有可原的。毕竟这个 Proton X50 用上了全新的 engine、全新的前脸、车尾，甚至是讲这个内装的设计，这些其实都是有开发成本的嘛。如果略微的上涨这个价钱，我是还可以接受。那么不知道各位觉得这个 Proton X50 的定价方面要怎么样会比较好？什么样的价钱你才会考虑它？甚至是讲什么样的价钱你觉得它会更加有竞争力？都欢迎各位在下面 comment 写出来，跟我一起分享一下、讨论一下的。各位感谢收看，我是 Jermaine， 我们下期 Proton X50 的更加深入的试驾影片再见啦，拜。